总有人，通常是那些自以为聪明，实则脑子里装满浆糊的家伙，跑来问我，查理，市场接下来是上行还是下行？每次听到这种问题，我往往会付之一笑，然后回敬一句让他们费解的话：倘若你还在执着于此问，那你尚未准备好踏入真正的投资殿堂。这不是我的高傲，这是事实的陈述，也是对你愚蠢的直接判决。在我这近1个世纪的生命中，我目睹了数不尽的才智之士最终走向破产。他们聪明吗？智商很高？勤奋吗？恨不得睡在办公室。但他们身上都有一个普遍的特征，他们过度关注市场的起伏，却从未审视过自己是否在做愚蠢的决策。市场会上涨，市场会下跌，这如同重力让物体下落一样，是无需多言的公理。哪怕是牛顿也没办法改变重力，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改变或者预测市场的波动？你不会每日守着一棵树，忧虑果实今日是否会掉落，那你为何要终日紧盯屏幕，为今日的红绿数字而惴惴不安？我见过了太多人在办公桌前伪装勤奋，实则在桌下频繁刷新着行情软件。他们的多巴胺分泌完全被那些跳动的像素点控制了。数值增加便欣喜若狂，数值减少便焦虑万分。听着，这不能称之为投资，这纯粹是精神上的自我消耗。这和巴甫洛夫那条听到铃声就流口水的狗有什么区别？真正让我获得回报的，从来不是对市场的精准预测，而是对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视的法则的领悟。这个法则你无法在 K 线形态里找到，无法在财经报道中读到，甚至不存在于任何投资的经典教材上。它藏在人性深处，藏在时间的长河里，藏在你是否能驾驭自己情绪的自制力中。今天我坐在这里，喝着我的樱桃味可口可乐，告诉你这个法则究竟是什么。但我必须事先提醒你，这个答案很可能会让你感到失望，因为它实在太枯燥，太平凡，太违背人的直觉。但也正因为它的乏味，才使得几乎无人能够真正践行。很多人把股市当成赌场，当成一场博弈游戏，这是大错特错。第一个真相，市场并非一场游戏，它是一面镜子。让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1973年的故事。那一年股市遭遇了重创，那不是一次温和的回调，那是血淋淋的崩盘。并非因为指数跌得有多么难看，而是因为我目睹了人性在重压之下是何等的脆弱。我记得有位朋友，他学识渊博，在大学里教授经济学，各种复杂的理论信手拈来。按照常理，他应该是最懂市场的人，对吧？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你显然还没搞懂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有多宽。他将大半生的积蓄投入了股市，持有的都是最优质的资产，可口可乐、IBM、通用电气，这些都是伟大的公司。当市场开始下行时，他起初非常镇定，他宣称这只是技术性回调，基本面毫发无损。他说的对吗？完全正确。那些企业依旧在盈利，产品依旧在销售，股息依旧在派发。从逻辑上讲，他没有任何理由惊慌。可市场并不理会基本面，它只是持续的非理性的下跌，跌去3成，跌去5成，直到它的账户价值被腰斩。在那个时刻，在那个人性的临界点，他所有的理论体系都瓦解了。即使是大脑里的理性皮层，也抵挡不住杏仁核发出的原始恐惧信号。一天夜里，他致电于我，声音都在颤抖。他问我，查理，我该如何是好？我是该继续坚守，还是该割肉离场？
我反问他，那些公司的业务是否还在正常运转？他说在。我再问，他们是否还在创造利润？他说在。我问，那你为何要卖掉他们？他陷入了良久的沉默，最后他说，因为我怕了，我恐惧它会继续下跌，我恐惧我会失去所有的一切。那个瞬间我豁然开朗，市场并非在考验他对经济学理论的掌握，市场是在考验他对自身的认知。他并不是败给了市场，他是败给了内心深处的恐惧。最终他还是清仓了，几乎在最低点的位置。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结局，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数年之后，那些股票的价值悉数涨回，甚至远超他当初的买入价，但他却再也未能回到这个市场中来。这个悲惨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市场不是一场你可以战胜的博弈，它是一面镜子，它会清晰地映照出你所有的性格缺陷，映照出你的贪婪，映照出你的恐惧，映照出你的急躁，也映照出你的傲慢。你自认为在与市场对抗，实际上你始终在与你自己对抗。如果你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哪怕你的智商高达160，你在市场上也只是一个等着被收割的韭菜。巴菲特有句名言很精辟，市场存在的意义就是把财富从缺乏耐心的人手中转移到富有耐心的人手中。如果你想在这个残酷的游戏里活下来，就必须反过来想，市场存在的意义是把财富从情绪化的人手中转移到坚守理性的人手中。人类骨子里有一种天性，叫做过度自信。这种天性在丛林时代可能有助于我们猎杀长毛象，但在金融市场里，它就是致命的毒药。让我们再聊聊1999年，那正是互联网泡沫的顶峰。彼时所有人都在热议新经济，谈论 com， 断言科技将重塑一切。每一只阿猫阿狗的股票，只要名字里带个 com， 估值就能飞上天。我和巴菲特没有触碰那些股票，并非我们对科技一无所知，而是我们无法理解该如何为那些甚至没有产生现金流的公司估值。结果呢，媒体讥笑我们，说我们已经垂垂老矣，被时代所抛弃。年轻的分析师们宣称，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他们说陈旧的估值规则已经不再适用。听到这话，我只是微微一笑。这句话我已经听了整整70年，在每一次泡沫中，都会有人站出来说这次不一样。1929年有人说过，1973年有人说过，1987年也有人说过，到了1999年，他们还在重复。结果如何？每一次的结果都如出一辙，泡沫终将破裂，自作聪明的人终将付出代价。物理学的规律不会因为你的贪婪而改变，经济学的万有引力最终会把那些飘在天上的猪拽回地面。为什么人类永远学不会教训？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渴望寻找模式，建立因果，追求可预知性。这种对确定性的病态渴求，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常见的幻觉，误以为自己能够预测。你们阅读新闻、钻研报告、分析数据，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市场即将上涨，或者市场即将下跌。问题在于，这个结论通常是错误的，不是偶尔失误，是系统性的失误。不管是经济学家、分析师还是基金经理，他们预测的准确率大概和抛硬币的正反面相当。为什么？因为市场是一个极端复杂的混沌系统，它是由成千上万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经济、战争、天灾、人性、情绪，这就好比你想预测天气的变化，但你甚至不知道亚马逊雨林里的一只蝴蝶是不是扇动了翅膀，但人们就是喜欢听故事，这就叫叙事谬误。
我们对故事的偏爱远远超过了对现实的尊重。有人说人工智能将改变世界，所以相关股票必然腾飞。故事确实很动听，可估值呢？可盈利呢？可现金流呢？没人在意，因为故事比数字更具吸引力。有人说房价永远不会下跌，因为人口在增长，土地资源稀缺。故事也很好听，可2008年发生了什么呢？那些迷信故事的人最终都被冰冷的现实所教训。市场从不在乎你的故事有多么精彩，它只认事实，而事实就是没有人可以持续的准确的预测市场。如果真有人能做到，他早就成为了世界首富，而不是在电视节目上兜售他的预测服务。巴菲特常说，预测是必要的，但精准预测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不预测市场会上涨还是下跌，我们只是做好准备，无论市场走向何方，我们都能安然无恙地活下来。这就是那个常见的幻觉，人们误以为投资是关乎预测的游戏，实际上投资是关乎准备的修行。你无需知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只需确保无论明天发生什么，你都不会被淘汰出局。听起来很保守，是的，可保守的人才能活得长久，而活得足够久的人最终都会变得富有。别以为我生下来就是这么想的，我也曾自视过高，我也曾犯下过愚蠢至极的错误，不是一次，是很多次。我年轻时有一次看中了一家公司，产品卓越，管理层出色，市场空间巨大，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唯一的问题是它的估值极高。但我当时脑子发热，对自己说，没关系，这家公司成长迅猛，未来的高增长足以消化今天的高估值。于是我重仓买入，结果呢，那家公司确实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没有达到我幻想中的程度，股价开始滑落，一点一点地侵蚀我的本金。我告诉自己必须要有耐心，市场只是短期失灵，长期价值终会回归。可它没有回归，至少没有在我能忍受的时间内回归。最终我只能认赔出局，损失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我的自尊。那次昂贵的经历教会了我一个教训，成长本身并不等同于一笔好的投资。你可以买到一家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但如果你付出的价格过高，你依然会亏钱。这就好比你花了100万美元去买一个只值10万美元的金块，哪怕它是纯金的，你也是个傻瓜。还有一次的教训更惨痛。上世纪70年代，我和一位合伙人投资了一家表面上看起来极度便宜的公司，资产雄厚，价格低廉。这看起来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式的教科书般的捡烟蒂投资，可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家公司的管理层糟糕透顶，他们肆意挥霍资金，做出愚蠢的并购决策，把一家本可以盈利的企业经营得一塌糊涂。我和合伙人试图介入管理层，试图扭转公司的航向，可我们很快发现，改变一家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最后我们还是失败了，损失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那次经历让我学到了另一个教训，便宜本身也并不等同于一笔好的投资。如果一家公司的管理层腐朽不堪，那么无论它的价格多么诱人，都不值得买入。因为糟糕的管理层摧毁价值的速度，远比任何市场波动都要快。从那以后，我真正领悟了一件事，与其费力去淘那些便宜的烂公司，不如用合理的价格去持有好公司。巴菲特说得对，宁愿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一家优秀的公司，也不要以便宜的价格买入一家平庸的公司。
好公司的标准异常简单，好的产品、好的管理以及好的护城河，这些听起来都是最基本的常识，可大多数人就是做不到，因为他们总想寻找捷径，总渴望用废铁的价格买到黄金，可现实是，黄金从来不会以废铁的价格出售。如果它看起来如此便宜，那通常意味着它根本就不是黄金，而是镀了金的狗屎。我年轻时所犯的种种错误，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以为自己比市场更聪明。我以为我能预测，我能精准估值，我能看透未来。最终我发现，我根本没那么聪明。而承认自己没那么聪明，恰恰是我投资生涯中取得的最大进步。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此生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它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也不是什么复杂的数学模型，而是3个简单到令人失望的规则。听好了，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听到的最值钱的废话。第一个规则，不要亏钱。第二个规则，永远记住第一个规则。第三个规则，前2个规则的优先级高于一切。很多人听到这里会翻白眼，这不就是废话吗？可这3条规则比华尔街上所有的金融理论加起来都更值钱。让我用小学生的数学教你。为什么真正的睿智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不亏钱？因为数学，如果你亏损了 50%， 你必须盈利 100% 才能回本。如果你亏损了 70%， 你需要盈利 233% 才能回到起点。亏损是向下的电梯，回本是向上的楼梯。这就是复利的 B 面，我们可以称之为复亏。一旦你损失了太多的本金，你就几乎丧失了翻身的机会。所以不要亏钱，不是保守的代名词，它是生存的第一要义。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不亏钱呢？答案同样很简单，但也同样是没人愿意去做的苦差事。第一，不要借钱投资。我这辈子最憎恶的东西之一就是债务。债务是毒药，它在顺境时让你误以为自己是天才，在逆境时让你看清自己是笨蛋。我见过太多才华横溢的人因为使用了杠杆投资而彻底破产。他们以为杠杆能放大收益，结果杠杆只是放大了他们的错误。市场下跌 10%， 如果你没有杠杆，你损失 10%。 如果你用了10倍杠杆，你直接被清零出局。而市场下跌 10% 这种事是家常便饭，一年中可能就会发生好几次。所以不要借钱，无论利息多么低廉，无论机会多么诱人，无论别人赚得有多快，只使用你自己的钱，只投资那些你能够承受失去的钱。这不是胆怯，这是最基本的理性。只有一个聪明人会破产，那就是使用了杠杆的聪明人。第二，不要投资你看不懂的东西。我和巴菲特有一个概念叫做能力圈，它的意思是我们只在我们能够深刻理解的领域内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就坚决不碰。这听起来很容易，可大多数人做不到，因为人类有一种天性叫做害怕错过。当你看到别人通过加密货币暴富时，你会想，我是不是也该买一点？当你看到别人靠 AI 股票翻倍时，你会想，我是不是错过了下一个时代？可问题是，你真的理解加密货币的底层逻辑吗？你真的能分析 AI 公司的真实价值吗？如果不理解，那你的行为就不是投资，而是赌博。我这一生中错过了无数的机会，我错过了微软，错过了亚马逊，也错过了谷歌。我后悔吗？一点也不，因为我很清楚，我不懂高科技，我无法判断哪家公司会胜出，哪家会倒下，所以我宁愿错过这些机会，也不愿冒着亏损本金的风险。能力圈的真正含义，
不是要求你无所不知，而是要求你清晰地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在你的能力圈边界内行动，你就是国王，跨出这个边界，你就是待宰的羔羊。第三，永远要保留安全边际，这是价值投资最核心的精髓。意思是不要购买那些价格恰好等于价值的东西，要购买那些打了折扣的东西。如果一家公司你认为它值100块，不要用100块去买，用70块去买，甚至60块去买。这样一来，即便你的估值出现了偏差，即便公司的表现不及预期，你仍然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安全边际不是胆小，它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最大尊重。只有傻瓜才会把桥梁设计成刚好能承载卡车的重量，聪明的工程师会设计成能承载3倍的重量。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最违背人类天性的终极真相，在投资的世界里，慢就是快。这听起来很矛盾，对吗？但这却是我此生学到的最重要的智慧之一。绝大多数人都渴望快速致富，他们期望1年翻倍，甚至1个月翻倍。他们看到机会就猛冲，看到上涨就买入，看到下跌就卖出。结果呢，他们行动的速度确实很快，可他们奔跑的方向却是朝着悬崖。真正积累起巨额财富的人，他们的动作都非常慢。巴菲特买入可口可乐持有了几十年，我们买入保险公司也持有了几十年。我们不是没有卖出的机会，市场每天都在诱惑我们交易，可我们选择了不动。为什么？因为我们深刻地理解复利的奇迹需要时间来酝酿。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可它有一个绝对的前提，你必须给予它足够漫长的时间。如果你1年之内换了10次股票，复利根本没有机会在你身上发生作用，你只是在徒劳地支付交易费用，支付你的情绪成本。可如果你买入一家优秀的公司，然后坚定地持有它10年、20年、30年，复利将会为你创造出你无法想象的奇迹。我常说，投资不是一场100米短跑，它是一场马拉松。你不需要跑得最快，你只需要跑得最久。而跑得久的秘诀就是永远不要跑得太快，慢一点，稳一点，不要被市场的情绪所感染。当所有人贪婪时，你要保持警惕；当所有人恐惧时，你要保持冷静。这并不是说要刻意去反向操作，而是说你必须独立思考，不要让市场的情绪来决定你的情绪。我见过太多人在市场狂热时，他们也跟着狂热；在市场崩溃时，他们也跟着崩溃。他们就像水面上的浮萍，随波逐流，身不由己。可真正的投资者应当像河底的基石，任凭潮水涨落，我自岿然不动。这就是慢的力量。它不是懒惰，也不是消极，而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强大的自制力，是对短期诱惑的绝对漠视。现在让我把我一生的智慧浓缩成几句简短的话。这些话听起来可能平淡无奇，可如果你能真正做到，你就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上90%的人，绝不亏损本金。亏损是向下的，回本是向上的，难度完全不同。保护本金永远比追求收益更重要，绝不使用杠杆。债务是放大错误的工具，它会摧毁你。绝不预测市场，没有人能持续做到。与其浪费时间在猜测上，不如花时间在准备上。只买你懂的东西，能力圈之外，哪怕是金矿也与你无关。不懂的东西不是机会，是陷阱。坚持安全边际，永远不要以刚刚好的价格买入，为不确定性预留缓冲长期主义。复利需要时间的发酵。频繁的交易是财富的敌人，慢就是最快的路。控制你的情绪，
贪婪和恐惧是你投资组合中最大的敌人。理性的人赚钱，情绪化的人付钱。少做蠢事，你不需要多聪明才能富有，你只需要避免犯致命的错误。投资的目标不是做对多少，而是做错多少。独立思考，不要跟随人群，不要听信噪音。在投资领域，群众的智慧往往等于集体的愚蠢。活得够久，投资的终极秘密就是活下去。只要你活得够久，复利最终会为你创造奇迹。这10条原则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可简单并不等于容易。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而那条鸿沟的名字叫做人性。真正的难点不在于你不知道该怎么做，而在于你明明知道却偏偏做不到。因为人性厌恶等待，他喜欢即时满足。人性厌恶不确定性，他渴望精准预测。人性厌恶孤独，他喜欢扎堆从众。而投资恰恰要求你违背所有的人性。我今年99岁了，当我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我发现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账户上金钱的数字，而是你面对金钱时所持有的态度。我见证过无数人的结局，有的人腰缠万贯，却每日为股价波动而焦虑。他们的财富并没有带给他们自由，反而成为了最沉重的枷锁。而我也见过另一些人，他们或许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他们的内心充盈而平静。他们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够了就是富有。财富的终极形态不是一个跳动的数字，而是你内心的宁静。当你不再为金钱而焦虑，当你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当你能在市场最疯狂的时候依然保持内心的平静，那一刻，你就已经获得了真正的富有。我常说，投资的目标不是为了变得更富，而是为了变得更自由。而自由并非来源于更多的金钱，而是来源于更少的欲望。当你不再渴求豪宅，不再渴求名车，不再渴求他人的羡慕与认同，你就自由了。投资是为了让你拥有选择权，选择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选择不做你不想做的事情，选择和谁共度时光，选择如何支配你的生命。别再去管市场的涨跌了，先去搞懂你自己，搞懂你的贪婪，搞懂你的恐惧，搞懂你的极限，搞懂你的欲望。当你真正读懂了自己，市场就会从你的主人变为你的工具。这就是那个终极的规律，它不在市场里，它在你心里。记住，最好的投资永远是投资在你自己的理性之上。因为理性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贬值的终极资产。